武则天为了庆祝自己成功登基，于是就命令工匠打造了一条石龙，没想到石龙竟然活了过来。俗话说见龙者大吉大利，双击留下一句顺风顺水，今后必定好运连连的发大财。文武百官都认为此乃不祥之兆，为了堵住悠悠众口，武则天便下令让狄仁杰彻查此事。当时石龙复活，到处喷火，人一旦碰到就会瞬间化为灰烬。狄仁杰先从行宫内的奇怪火焰开始入手调查。这天狄仁杰在大街上看见了掉在地上的灯笼，发现竟然瞬间燃烧。他根据这一情景有了灵感，连忙去请教自己的老师，从李先生的口中得知了西域有一种火名曰凤凰火，能够瞬间将人烧成灰烬。而近日城中一个叫醉仙坊的酒楼，常与西域商人有过来往。传闻这醉仙坊的老板宫九是个女扮男装的狠人，而狄仁杰为了查案，竟误入了宫九的房间。宫九不管3七21，上来就对狄仁杰出手，而狄仁杰却感到非常奇怪，因为他的拳头竟然比石头还要硬。最终两人来到了楼下，以误会为由各自散去。但是这个宫九却让狄仁杰倍感怀疑，因为除了玄龙喷火一案，最近城中还有年轻女子被人剥皮的案子发生，而这一切正是宫九所为。宫九也是玄龙一案幕后主使的手下，由于上一次宫九打草惊蛇，命人放箭射死了唯一幸存的石匠，从而惊动了狄仁杰。幕后的神秘人便罚宫九自断一臂以示惩戒。从此宫九为了伪装自己的异于常人，便经常残害无辜女子，随后再把他们的皮剥下来套在自己的机关手上。然而这晚狄仁杰的未婚妻柳月如突然昏倒，原来是此前他中的毒已经开始蔓延。就在这时，狄仁杰收到一封密信，要想得到解药就去城外的一户住所。没想到狄仁杰到了以后，却只看见一个女子的尸首。好在从他的身上找到了解药，可狄仁杰也被当成剥皮案的凶手给抓了起来。临走前，他将解药交给自己的小师弟，让他送去给柳月如服下，自己则被关进了大牢。好在武则天得知后，便猜出这是有人蓄意陷害，于是便下令放了狄仁杰，并最后给了他1天时间查明这起案件的元凶。而在牢里的这些时间，狄仁杰通过这些日子搜寻到的一些线索，也基本确定这一切都与宫九有关。于是他立即带人包围了醉仙坊。然而等他们到了以后，才发现这里已经人去楼空，但是在楼上发现了一条密道，几人随即进入其中，没想到却遭到对方的埋伏。除了狄仁杰和柳月如，其他人都没能逃出来。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密道竟然通向行宫。两人在行宫的大牢里还发现了柳月如失踪已久的父亲。原来柳父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机关大师，行宫内的玄龙就是他所设计的。可是幕后黑手竟用他女儿的性命作为要挟，逼他在玄龙的内部悄悄放置了凤凰火。救出柳父后，狄仁杰继续深入行宫，却在里面发现了自己老师的尸体。原来这一切的幕后主使者竟然就是李先生，而他正是当年尹太子的第6子。当年李世民害得他家破人亡，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找机会报仇。终于他想到了利用玄龙，趁着太宗皇帝和武后参加大典时，启动玄龙喷出凤凰火，以此来完成他的复仇计划。可当宫九听见他做这一切只是为了复仇，并无登基称帝的想法后，竟然直接用机关手臂杀死了他。宫九为他做了这么多，甚至还失去了一条手臂，本以为今后能荣华富贵，可到头来却一无所获。李先生从头到尾只把他当成一个工具人罢了。现在的宫九已经彻底疯狂，他竟然重新启动了修复好的玄龙，妄图毁掉整座皇宫。好在最后狄仁杰和柳月如联手摧毁了玄龙，并杀死了宫九。自此玄龙复活一案彻底查清，武则天很是高兴，不仅给狄仁杰升了官，还给他和柳月如赐了婚。从此两人过上了幸福快乐